太子大婚当日，没想到自己最爱的女人就站在门外看着自己圆房。女人以为太子忘了对自己的承诺，却没想到太子之所以成婚，正是因为要救下这个最爱的女人和她的家人。原来女孩陆文熙本是官宦人家之女，可是她的父亲陆英因直言劝谏皇上而获罪。陆文熙得知父兄很快就将被处死，着急的他想起太子对自己的感情，便慌忙去找到太子求他帮助。他捧着与太子定情的画作，希望太子能够帮自己尽力营救父兄。殿下许诺臣的，臣现在还能奢望吗？抱歉，我无力也无心。这让陆文熙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。是臣无知，请殿下恕罪，臣明白了。随即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开。曾经的海誓山盟，在现实的冷酷面前，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，仿佛成了一个荒诞的笑话。其实太子也有自己的苦衷，他不是没有到皇帝面前求过情，可皇帝却让他在2个字之间做选择。作为老师的谥号，一个是象征忠贞之士的贞，一个是象征荒谬错误的谬。说白了就是让他选择是让老师承担所有罪名，还是让陆家满门承担。这让他瞬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尽管他心里十分不忍心，但为了老师的一世清明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牺牲陆家。然而太子并不想就此妥协，既然皇帝不让他插手陆家的事情，那他就另辟蹊径，请求皇帝为自己赐婚，因为只要太子大婚，天下便可大赦，从而让陆英父子逃过一死。皇帝虽然清楚他打的如意算盘，但是并没有马上驳回他的请求，而是表示明日早朝再做决定，还让他做陆英父子的监斩官。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朝廷那边却始终没有半点动静，他只能将行刑时间一拖再拖，脸上也在不知不觉间沁出了汗珠。终于散朝的钟声响起，却依旧没有半点消息传来，他只好做出了最坏的打算，让顾逢恩去人群里盯着，一旦陆文熙露面，务必要拦住他，以免他亲眼看到父兄惨死的情景。果然陆文熙此刻正在奔往刑场的路上，可最近接二连三的打击却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，视线也突然模糊，重重的跌倒在地。好在义父及时带回了好消息，他的父兄没有被处斩，而是被送回了刑部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陆文熙这段时间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得以轻松了片刻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太子用自己的婚姻换来的。为了让他清醒过来，义父并没有隐瞒，如实告知太子即将与张陆正的长女张念之大婚。从此小郎是路人。陆文熙见父兄已无大碍，本打算带着弟弟跟随义父义母去往常州，怎料却意外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得知父兄虽然暂免死刑，但最终能否生还，还要看未来东宫和李百州的争斗结果。于是便找到对他有好感的武大王，请求他帮助自己入仕东宫。怎料武大王却说什么都不愿答应，不仅因为此事事关重大，更重要的是他不想看到喜欢的人将来成为自己的嫂嫂。两人的对话刚好被藏在暗处的江上宫听到。太子即将大婚，服侍太子妃的女官都要从大内抽调，而此事刚好由他负责，所以要想把陆文熙送进东宫，倒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可即便如此，武大王依旧不愿松口，甚至为了让陆文熙彻底死心，还故意让江上宫拷问他大内礼仪，像贵妃遇见太子妃谁应该拜谁这样的难题。心想只要他答不上来，自然也就打消了入宫的念头。怎料陆文熙却对答如流，这让江上宫对他刮目相看，当即便决定带他入宫。你们，武大王放心，我会把他还给武大王。在江上宫的培训下，陆文熙每2天便将宫内地形以及大内礼仪背得滚瓜烂熟，没有一丝错漏。然而他表现得越聪明得体，就越让江上宫觉得惋惜，毕竟他才是那个原本应该成为太子妃的人。你知道吗？武大王的生母原本应该向你下拜。小人只知道，从此小郎是路人。很快便到了太子大婚之日，在江上宫的安排下，陆文熙以顾瑟瑟的身份成为了太子妃身边的宫人。可当太子妃向他问出那个莫名其妙的问题时，他却突然愣住了。作为太子妃的贴身宫女，陆文熙要亲自服侍他们进行婚礼的一切仪式，亲眼看着最爱的男人娶别的女子为妻，他只能努力压抑着心中痛苦的情绪，恭恭敬敬地为太子递上合卺酒。然而在两人不经意的对视中，万千情愫却如潮水般汹涌，难以抑制。此时的太子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最爱的女人竟然就在眼前。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在为太子和太子妃结发时，他却迟迟下不去手。结发为夫妻，恩爱两不离，这原本也是两人曾经的理想。江上宫看出他有些失态，低声出言提醒，怎料他一慌，竟将剪刀掉到了地上。作为惩罚，江上宫便让他在新房门口守夜，透过红纸窗棂看着里面那对人影，他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。有些讽刺的是，此时屋内的太子正在信誓旦旦地向太子妃保证，自己一定会好好待她，让她不要害怕。而太子妃也没有了一开始的忐忑。刚才出去的那个宫人告诉妾，殿下是个很温柔的人。然而就是宫女无意间的一句话，却让太子觉得似曾相识。我们在哪里见过？你的声音还有……这话让陆文熙心中顿时波涛汹涌，但他还不能暴露真实身份，只能故作淡定。在行宫，有人曾经冲撞过殿下。有这么回事？是，小人深感殿下恩德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太子并未怀疑其他。此时的他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宫人竟然会是他素未谋面的挚爱。虽然他对太子妃并无感情，但因为从小目睹母亲因为不受宠而饱受冷落之苦，他不想让自己的妻子也这样。
所以便尽自己最大限度的能力去宠爱太子妃，不仅兴致盎然地向她朗诵情诗，还深情款款地为她描美。只可惜太子妃没读过几本书，根本不明白情诗的意思，只能等太子走后才询问陆文熙。刚才殿下说的话，你都知道是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也许是上司命里的句子，意思是说屋子里有这么多好看的人，可我的眼睛里只看到了你。看着太子妃害羞的模样，陆文熙心如刀绞，只盼着能够早日救出父兄，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怎料却因为救人心切，差点暴露了身份。这晚太子收到密报，得知有人在狱中准备对陆英父子不利，急忙写了密条让陆文熙转交给太子妃的父亲张尚书，让他前去刑部搭救陆英父子。陆文熙知道此事事关父兄生死，他不敢有丝毫怠慢，赶忙拿着牙牌去救人，谁知却被告知张尚书不在府上，于是情急之下索性自己去了刑部。好在有惊无险，等他赶到时，发现父兄已经被张尚书救了下来，担心自己出现会被父兄认出，从而暴露身份，所以他便将纸条留了下来。不曾想这事很快便被太子发现，以为他是蓄意想要谋害陆英父子。想谋害陆中丞，我不会容忍。殿下，小人把太子妃交给你这种人，我怎么敢放心？王承仕，遣他回宫，交给江上公处置。殿下。陆文熙不知道该如何辩解，只能认命般离开。不料却意外看到了披着斗篷的父亲，他躲在窗外听着父亲和太子的对话，得知太子准备让父亲将功折罪，这瞬间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同时也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留下，救出父亲和兄长。于是隔天他便故意设计，让太子的贴身宫女寇珠睡过了头，这样一来他便有了机会服侍太子更衣，而他的小聪明也成功引起了太子的兴趣，好奇他会怎么解释留下纸条的原因。小人只是觉得陆中丞已经无碍，所以殿下的手信就不舍得交出去。给我理由。殿下，就是理由。小人曾经非常爱慕殿下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宫女纷纷侧目，太子眼中也充满了诧异，但他却不相信陆文熙的话，挥了挥手让宫人们退了出去，随即便一把搂住对方。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陆文熙心里既害怕又惶恐，谁知太子非但没有丝毫收敛，反而还准备吻向他，直到看到他那只抵触的手，才松开了他，并出言警告：一个女孩子自爱一点，没有觉悟就不要说这样的话。而这一幕都被喜欢太子的寇珠看在眼里，宫女十分吃醋，便找准机会要勒死这个女孩。女孩不甘心地问他为何要这样做。那为什么你？因为只有你不一样。原来这个太子的贴身宫女寇珠从小与太子一起长大，她做梦都想要成为太子心中不一样的那个女人。可是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低微，无法成为太子妃，但除了太子妃以外，太子却格外在意这个叫顾瑟瑟的宫女。即便太子已经感受到顾瑟瑟的身份有些危险，却依然将她留在自己身边。于是寇珠决定趁着太子不在时除掉她。可就当女孩以为自己要冤死的时候，一个声音出现了：城内人。原来是太子妃来到了这里，救下了她。而很快太子也听闻消息来到了这里。此时想要害死顾瑟瑟的宫女寇珠十分紧张，因为她担心太子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处罚自己。可没想到顾瑟瑟不仅没有向太子说出寇珠的行为，还在离开太子房间后向寇珠解释，他说自己不会对她造成任何威胁，因为自己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没过多久，在顾瑟瑟的帮助下，太子也成功的扳倒了政敌，间接的让顾瑟瑟的父亲沉冤昭雪。可就在顾瑟瑟向太子妃辞行，准备和家人团聚时，竟然得知了父亲被人斩首的消息，而策划这一切的人竟是太子妃的父亲。原来太子妃的父亲张大人知道太子准备重用顾瑟瑟的父亲陆英，他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屈居于陆英之下，便连夜给陆英安上一个罪名斩首。太子妃的父亲自然知道太子不会放过自己，于是跪着恳求太子妃能够帮自己向太子求情。太子妃得知后忍不住斥责父亲：张尚书怎么会为了一己私欲而冤伤无辜之人呢？而一旁的顾瑟瑟听到这个噩耗，他瞬间被巨大的悲伤吞没。他没想到自己的父兄已经平反，却依旧被眼前这个人杀害。就在此时，得知消息的太子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大发雷霆，而太子妃的父亲就只能跪倒在地，唯唯诺诺。太子盛怒之时，准备让岳父大人以死谢罪，而太子妃则泪流满面地恳求太子能网开一面。想饶了，却愿意再他一死。而此时的陆文熙已经心死，他本来打算离开，却又再次留了下来。他要为父兄报仇雪恨，要让所有的人为父兄的死付出代价。而在深夜之中，太子心中对陆文熙更加愧疚，却没想到陆文熙此刻就在自己身边，脑子中还盘算着要向所有人复仇。